来到 Nike 讲棒球。上个礼拜清明连假，中信兄弟在台北大巨蛋举行了5连战。那其中我觉得最特别的事情，就是在4月4号的赛后，他们举办了关大元的隐退仪式。那关大元呢，同时也是第1位在台北大巨蛋举办隐退仪式的选手。那今天这集呢，我打算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中职有哪些选手们他们的隐退仪式是让人印象深刻的。首先第1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关大元选手，在2024年4月4号决定隐退。那这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完这场隐退仪式的一个小心得。我觉得这场隐退仪式办得还不错，尤其是中信兄弟他们的美术啊，还有灯光的处理非常的好。他们灯光所打的时间点，还有下那个时机，我觉得都非常的棒。那不管是在照片或是在影片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有达到一个很棒的视觉效果。我当下人在大巨蛋，我也被这个场景给震慑到，我觉得是非常的好。那我自己个人认为，我觉得关大元选手他的隐退致辞是非常的感人。原因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不是科班出来的，那他也算是一个大器晚成选手。他27岁才进入职棒，然后才开始慢慢的奋斗打拼。那我们也都知道，他并不是什么天才型选手，但他却非常认真，非常努力。他在致辞中其实也有提到这一段，那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那现在我也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关大元他当时的致辞，然后我怕我会看到哭欸。甚至是成为第1位在大巨蛋办毕业典礼的选手。谢谢我的母亲，她独自一个人抚养我长大，从小事事都让您担心，样样可能都不太优秀，但是今天我要在球场隐退了。希望我这10几年在棒球上的努力与成就，能够让你感到骄傲。特别在这边，我想要叮咛所有的选手，一定要爱惜羽毛。天赋无法选择，但努力是可以选择的。成功从来就不是一个点，而是不断前进和学习的线性过程。我们都知道，棒球不是你努力耕耘就会有收获，但我一直秉持着努力它不一定会成功，再多坚持一下下，可能会少很多遗憾的精神拼斗着。我从来不曾有过放弃的念头。那以上就是关大元的隐退仪式，谢谢他，也祝福他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那第2个，我想要来谈谈2016年9月18号陈金锋的隐退仪式。当年隐退其实我人在现场，那这也是我人生中第1个看的隐退仪式。场面超级震撼。提到陈金锋，应该没有人不认识他吧？他是扛起那个时代的男人，然后是我们永远的52号。那他在中职的成绩已经有太多丰功伟业，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特别去提的。比起中职的成绩，他更是我们第1位在 MLB 发展的男人，所以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开创者吧。我觉得他给我们台湾人一种可以勇敢追梦的一个精神。除此之外，他在我们国际赛其实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功臣。那当天我在现场去看他的隐退仪式。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灭火器有一首歌叫《陈金锋空》，那是为了陈金锋而写的。那一首歌其实放下来，包括 MV 的画面，然后包括歌曲的旋律，我觉得当下的氛围其实是很感动到我们这些球迷的。对，因为我有说过，虽然说我比较年轻，但其实我很小就开始看棒球。那陈金锋算是我们台湾很指标的一位选手。好，不讲了，我现在一起来看画面好了，我讲不下去了。我想要分享一下当天我最有印象的一个片段，就是杨大正然后他唱到哭，其实当下我也是哭爆。
郑金峰呢，他现任于富邦悍将的运动总教练。那我们也祝福他能够带领富邦悍将拿下今年的总冠军。加油！那再来下一位是2019年9月29退休的彭政闵。彭政闵我应该也不需要介绍了吧？他对于中职的贡献也是非常非常大。他不论是球技还是人品都非常非常的好。他给人的形象一直以来都是很正直，然后屹立不摇，努力不离不弃，稳定输出。而且他很低调谦虚，然后又有自律，根本就是一个零负评，球技好，人品也很好的一位棒球明星。那我刚有提到嘛，我当年也有去看他那一场隐退仪式。那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辜仲亮董事长那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就是希望恰恰不要退休，然后全场球迷也跟着一起喊不要退休，不要退休。那我今天呢，我代表球迷呢，我只有一句话：一个老板，恰恰不要退休吧。好不好？恰恰不要退休，再打1年怎么样？那除此之外，在隐退仪式的最后，球迷们拿出他的黄色大球衣，然后一起搭配着应援曲一起喊啊，然后一起叫他不要退休。我觉得MY现在看其实超级震撼，然后也超级感动。彭政闵也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位选手，然后就是那一天其实听到他要退休，其实真的非常的难过。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了。全场一起唱。题外话一下，恰恰在隐退那一年，他的最后缴出的打击率还是超过3成，你们就知道他到底有多厉害。要都给他最热情的尖叫声！再来下一位是罗力，罗力的隐退仪式其实也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但这一场其实我没有到现场去看，那他是在2022年9月5号选择隐退。那当时其实他的隐退消息一传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惊讶，因为他很突然就跟大家说他要隐退了。他的隐退理由呢，是因为他希望能够多花点时间陪家人，所以他才选择隐退。那罗力呢，他是中职史上第一位以本土球员登陆出赛的外籍球员。那罗力最有名就是他的亲和力，大家还记得他的口头禅“力后”。那其实我们也很感谢罗力对于中华职棒的贡献。那这边我们一起也来看一下罗力的隐退片段。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你。Thank you， 谢谢，谢谢。Hey, what's up, buddy? Hey, 你好。Thanks, guys. 那罗力隐退后呢，其实他还是有在悍将里面工作。那他转任了富邦悍将的国际球探，然后希望能够找到适合的洋将，然后来台为悍将效力。再来最后一位呢，其实他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位球员。那他的隐退仪式我有到现场去看，在去年2023年9月30日高国辉的隐退。那我们来看一下高国辉。高国辉呢，从小就是国家队的常客。那大家对他最有印象的应该是2008年8强3资格赛，他对加拿大当时的逆转3分炮。那他回来台湾之后，他其实有缴出非常多辉煌的成绩，像是半季打了18轰，单季39轰的一个全垒打障碍。那他也曾经拿下了3年的全垒打王，他甚至出了一本书叫《400英尺的王者》，对我有买也有看。那其实我一直觉得他很可惜，他要谈隐退，我觉得还太早了，真的有点可惜。但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因为他的伤势，所以让他打球其实一直以来都会很不舒服，所以他才会选择隐退。他当天隐退其实有很多看点，像是有找了 Manny Ramirez， 然后来为他祝福。然后当天阿怒、大义还有啦啦队，他们有一起演唱，就是高国辉成为1打7年，然后到现在富邦悍将历年来的应援曲。然后那一段我哭到不行。那最后富邦悍将，然后有特别为他设计了一个全垒打挑战的一个环节。我觉得富邦行销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的隐退影片。现场朋友准备好你的加油声！高国辉的应援曲从2013到2023，老师音乐，准备，一起来！双手，全场一起来，他是谁？
在全垒打打击时，我觉得林哲瑄、蒋志贤他们出来推给他们打那一段也真的是很难过。很高，很远，还有50秒。在我们心中都是纪念，过球场哦。我到现在还看了影片，还是觉得很想哭。最后一人为投手，国会，所有队友们也来本垒一起等候国会，高国会。那除了我很喜欢高国辉以外，我觉得富邦悍将这一个引退仪式也真的办得非常的好，因为我结合到他自身全垒打这个特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每看完一个选手的引退仪式，都会觉得，唉，又是一个世代的结束。那其实今年我很期待中信兄弟办周思齐的引退，因为周思齐日前也有宣布，他在今年球季打完之后也决定要引退了。然后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期待一下。那其实还是有蛮多我觉得很可惜没有办到引退的人，像是张泰山啊、杨建福啊、叶君璋啊、郭哥郭宏志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有蛮多人都很可惜，他们并没有办到引退。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喽。那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对哪一位选手的引退仪式特别的印象深刻，或是你觉得谁很可惜，球团没有帮他们办到引退的，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哦。那喜欢的话，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拜拜。